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限定豪华版，全球限量2016套，但我只有买一般版哦。本集来看看由 Breezeway 出品的《圣战士宝闯》。登场于作品《圣战士宇宙防卫队》，是2016年在 Netflix 播放的动画作品，是由梦工厂与几家动画公司联合制作，叙述一个坏坏的外宇宙的巨大帝国，到处去侵略其他星球，要据为己有。但那个坏坏帝国太强大了啦，能够与之对抗的就只有传说中的圣战士啦。而新一代被选上的战士们，就在这个不一定是自愿的心情下，接下了这个重责大任。黑狮队长专用机，合体之后的头部还有躯干，因此是5只狮子里面体型最大的哦。设定上也是单体战力最强大的一只，是合体后的躯干构成，合金含量相当高，所以很重。外形上因为比较迁就合体的造型，所以胸部看起来会很尖很突出。颈部活动度不错，但是与头部的关节仅能上下可动。口腔内部有做区隔，因此合体的脸不会露出来，并且内部也有细部的刻画，还有发射口。肩胛根部同时也是合体后的肩膀关节后脚则是合体后的髋关节，加上前后肢也都具备足够的关节数量，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把玩性。只是我手上这一组的关节紧实度不一，把玩手感上的体验就比较差啦。当然腰部也是合体后的腰部，所以同样具备与合体后相当的活动度。尾巴是造型先决，因此只有收纳的折叠关节哟。翅膀则是有双方向的可动齿轮关节。附属了双头刃一把，刀刃是透明零件，但是透度不够高，所以看起来胶感会有点重。没有手可以拿，所以是叼在嘴巴里面哦。红狮与绿狮合体后的左右手担当，红狮是设定上速度最快的狮子，绿狮则是擅长逆中行动。两狮的下半身造型一致，上半身的背甲则有些许的不同。另外就是头部的造型不太一样啦，然后因为合体后都是手臂，所以整体的尺寸会比较小哦。虽然是手臂结构，却依然有合金成分，但明显含量比较低，因为它很轻。颈部仅能转动，头部也只有上下可动，嘴巴可以开合，内部同样有细节的刻画以及发射口。腰部有单方向的弯折关节，也有狮子形态用的双方向可动关节。四肢的活动范围都算优秀啦，关节数量都很足够。只是我手上这对的关节紧实度不一，把玩手感上的体验就比较差。四足的脚掌都有非常些微的接地设计，尾巴是造型先决，因此只有收纳的折叠关节。红狮有一把叼在嘴巴的小刀，刀刃是透明零件，但一样透度不足，感觉很焦。然后本款并没有附属增色的轨道炮哦。绿狮本身背上就有一块盾牌啦，盾牌除了黑色部位之外都是电镀零件哦，所以看起来蛮漂亮的。同样有嘴雕小刀，刀刃是透明零件，但一样透度不足，感觉很焦。然后本款并没有附属增色的加农炮哦。蓝狮与黄狮合体之后的左右脚担当，蓝狮的攻击有冰冻属性哦，但没有其他的特殊之处。黄狮则是以近战为主要的攻击手段，所以具有高防御力，但是速度就比较慢啦。两者的基本架构一致，因为是2只脚，所以整体的尺寸也就比较大啦。既然是腿部担当，那一定要有合金成分啦，但实际上的重手感比预期的低哦，含量没有像黑狮那么的扎实。颈部实际上仅能依靠变形机构单方向上下摆动，但是在活动的时候连带会影响前肢的根部哦，需要自行手动调整。头部根部是球形关节，但外形的影响只有上下范围比较大啦。嘴巴可以打开，内部同样有细节的刻画，还有发射口。另外下巴没有铅质链板那么的突出，所以就没有后刀啦。腰部有单方向的前屈关节，依靠合体后的脚掌接地关节，也能让前肢与脖子能够左右摆动。狮子的活动范围也都算优秀啦，整体表现比红绿两狮高。关节的紧实度也因为比较高，所以保持力也就不错啦。狮足脚掌的接地也比较明显。尾巴是造型先决，因此只有收纳的折叠关节。蓝狮有附属尺寸比较大的雕嘴匕首，刀刃是透明零件，但一样透度不足，感觉很焦。然后本款并没有附属增色的音波炮哦。黄狮背上的重装甲并没有铅质链板特别的凸显，同样有嘴雕匕首，刀刃是透明零件，但一样透度不足，感觉很焦。然后本款也并没有附属增色的推进器，也没有前脚用的强化型大爪子哦。本款5只狮子的眼睛都有发光机构，除了黑狮之外的4只狮子电池仓都在天灵盖里，而黑狮则是在脖子的后侧。开关采磁吸式，不过就只有衡量一个模式哦。接着来大合体吧，
黄狮与蓝狮的结构几乎相同，先把尾巴折叠推进去，然后整个尾椎往上抬，前背的装甲往后拉，后腿折叠收纳，然后往身体的扣点内推，前腿根部内推，整个头部与脖子向上抬，然后腿部折叠收纳。基本上狮爪要与狮头做平行哦，不过这边为了因应可动性所以没有固定的扣点。红狮与绿狮的结构几乎相同，下半身的上盖掀开，把手臂的连接点翻出来，但这边是个谜样设计啊。连接点收纳进去之后是没有施力支点拉出来的哦，所以请小心使用工具拉出来。接着把尾巴折叠收纳进去后，把外盖给盖好，后脚折叠收纳。躯干部位有扣点可以做定位，但不太能固定哦。上半身的上盖掀开，前脚根部先向内折之后，再把腿部折叠收纳。上盖盖回去的时候要注意左右扣点。绿狮则是要多把背上的盾牌给拆掉，然后装在下半身的接点上，其他的部分变形就跟红狮一样哦。黑狮的结构没有人跟它相同。尾巴上盖打开，然后把尾巴折叠收纳后，再把外盖盖起来，后腿拉直拉撑，但脚掌要向内收纳。前肢的肩膀外盖打开，然后将前肢折叠收纳，最后将肩膀根部转正。接着毫无难度的将黑狮的后腿插入蓝狮与黄狮，要记得大腿后侧有个锁扣哦。红狮插到右肩膀，绿狮插到左肩膀，黑狮的头折下来，然后把嘴巴打开，脸翻出来，最后整个脚趾翻出来就完成了。圣战士 Voltron， 阿尔特雅王国在1万年前制造的巨大机器人，融合了王国的科学技术还有炼金术。5只狮子都各自有意识哦，驾驶都是由狮子自己来挑选适合的。因为驾驶与狮子的连结越强，就越能够发挥战力。而当5位驾驶意识合一的时候，就能够合体成这一尊具有强大力量的宇宙守护战神。这款在宣传的时候就有提到很大只啦，实际拿到之后还真的不小只耶，不含翅膀，头顶高就已经来到了36公分，量量这具有手感的体重达到了那么重啊！对照原设定，相当意外的，比起竞品千之恋，本款对外形有较多的修改哦。身形比例改为较为健壮，上胸的倒三角形相当的明显，身上也增加了更多的细节刻画。直接拿千之恋的来比较一下，当然最明显的是不同的涂装方式。千之恋是亮面实色，本款则是有大量的金属亮面还有电镀，所以看起来是会比较有质感啊。另外身形也是两款很大的不同之处哦，而千之恋版也因为双肩的位置比较低，看起来就有一种没有精神的感觉，这也是比较吃亏的地方啦。还有两者的面调风格差异有点大。本款的配色虽然是遵从原作啦，而且色阶亮度来说也不低，但是因为是金属亮面，所以整体的胶感就相当低啦，甚至还有点钣金感。银色的部位采用了雾面金属银，而本款有相当程度的电镀零件哦，配合本体的金属亮面还有雾面金属银，让整体的视觉感非常的饱满。但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本体采用的透明零件都太不透了啦，全身最不该胶感的地方反而是最焦哦。虽然整体来说依然是无损气势的，算是稍显可惜，可以透一点嘛。脸部造型我个人是相当喜欢哦，而且位置刚好，没有太后面也没有太突出，真的是有帅。整体的身形直接倒三角形的粗壮，完全是力量展现啊！大腿做了内缩与小腿的尺寸来做搭配，整体的外形也就更有肌肉感啦。头部整体的活动度依靠颈部与身体连接的球形关节，可动幅度多少还是有受到高领口的影响啦。当然抬头就是靠黑狮的关节啦，所以幅度很大。身体的水平转动受到外形的限制，因此幅度并不大，并不能左右倾倒，而且也只能向前弯曲。背后的翅膀虽然本款可以抬高超过90度，不过只有2个方向的可动范围哦，但是是齿轮关节。手臂转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黑狮的肩膀根部可以拉开与向前拉伸，但这个关节的保持力不够好。水平抬举除了手臂自己的关节之外，连接点根部也有单方向关节，因此整体范围相当出色。上臂可以转动，但它不够紧。
手臂弯曲用的关节幅度虽然不到90度，但狮子本身的身体关节可以作为辅助，因此整体还是可以超过90度哦。当然，因为狮子的前屈关节也没有被限制了，所以在摆姿势的时候还是可以使用。作为手收的狮子头，活动度就跟狮子形态时候一样。髋关节有向下延伸的设计，不然预设位置是会与髋部的外形互相干涉。下拉之后，大腿向前抬举几乎能到90度。同样下拉的情况下，水平抬举也很不错。大腿转动在上段的位置，膝盖弯曲这边要稍微注意，并不是依靠黑色的可动关节哦，而且合体后这边应该要被锁住的。真正的膝盖弯曲第二段关节在刚开枪的时候很硬，所以可能会容易被忽略。整体膝盖弯曲的幅度很大，但小腿是真的很重啦，对关节的负担非常的大。脚掌整体的活动范围也算优秀了，这时蓝狮跟黄狮的前肢没有固定点反而比较好哦，可以因应动作做调整，而不是变成妨碍。合体之后也有发光机构哦，就是合体后的双眼，而且跟黑狮的发光机构并没有共通，因此可以分开点亮。附属的驾驶5人重的小人偶，但对照设定上 Voltron 的高度大约100公尺，所以以比例来说，人偶好像稍微大了一点。人偶都是全涂装，但是尺寸不大，就不要太在意脸没有五官的状况啦。另外皆不可动哦，纯摆设。左肩绿色的盾牌，本款可以选用有可动的连接杆来安装，一直在合叠的状态下，也可以向外拉出哦，做一定程度的调整。有附属盾牌特效与支架，同样是要先把翅膀给拆下来，装上支架，再装上含特效的另一面支架。有附属手臂的连接点，还有握把，但盾牌本身相当的重啊，因此为了稳定强度，有多做一个连接点。标准版只有附属主武装赤焰之剑，这个名称是说明书上写的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。尺寸配合本款合体后的巨大身躯，所以也蛮有长度的。同样问题就是刀刃的透明零件也是透明度不足啦，所以就有一点焦感。至于造型原作就是这种风格啦，不太像传统大招的必杀武器。原本并没有打算入手这一支的，毕竟我对百兽王或是 Voltron 并没有特别爱。但想说我都收千纸链版本了，虽然是一般版啦，就觉得好像也应该收一下 Breezeway 的版本。加上这家厂商目前我有收的商品里面都让我有很不错的印象，因此虽然最后是选择标准版，不过最终的表现也并没有让我失望。外形上，本款虽然有做一定程度上的修改，但并没有到超级魔改的程度，因此就算是原作派的，应该还是能够在接受的范围内。况且无论是尺寸还是合金含量，本款真的是无懈可击的啦。更何况涂装表现也是水准之上的出色啊。当然，对照目前唯一的同级竞品千纸链，对我而言，本款可以说是全方面的碾压呀。虽然狮子个体方面并没有附属追加的武装，而且狮子的关节紧实度不一，甚至有些明显是保持力不足啊，算是本款比较明显的拿出来讲的缺点。但对照千纸链的本款的定价以及两者的整体表现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本款啊。总之，就算不是买豪华版，或是额外贩售的透明地台组，本款的综合表现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准了，令人感到满足的把玩感也依然维持得很好，但也是真的很大一只啦，需要多腾点空间来震，我是觉得蛮值得的啦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